魏无羡看着床上的人，二哥哥，你为什么还不醒？2天了，你不是最担心我的吗？我现在不舒服了，你都不陪我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躺在这就不管我了，你醒来好不好啊？二哥哥。说到后面，魏无羡深深叹了一口气。浩哥，如何了？魏书离今天把公司的文件全部丢在公司，跟着岳七一起来到交警大队，查了周边，只有这一家店的监控拍到了一点，拍到了车牌，也拍到了脸，不过不是很清楚。刘浩给他们看了监控，魏书离越看越不对，到镜头拍到脸的时候，他按了暂停，他蹙眉回想着，怎么了？岳七看他突然停下来，疑惑地问道。魏书离晃了晃头，努力回想着，随后摇了摇头。浩哥，这个视频能给一份给我带回去吗？刘浩问他怎么了，你见过？岳七也是同样疑问地看着他，我就是觉得在哪见过，我想把视频带回去，给我哥看看，他认识的人多，说不定他见过。好，待会让人备份一份给你。蓝忘机出事的第4天，魏无羡自他出事以来，吃不好也睡不好，每天靠在一旁的沙发上，也就睡了1个小时这样。平时也就吃蓝忘机之前在冰箱包好的馄饨、饺子还有包子。4天整个人瘦了1圈，肚子里2个。7个多月，魏无羡就只长肚子不长肉，体重还在往下掉，吃多一点全部吐出来。魏无羡拿着笔记本电脑，坐在蓝忘机床边的软椅上，看着2家公司的文件，也看着别的公司走在对蓝氏施压。他看了好一会，盖上了笔记本，放松了一下眼睛，看着床上的蓝忘机，说着，二哥哥，你什么时候醒来啊？我好想你，4天了，我已经4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，你就那么不想我吗？你都睡了4天了，你之前不还跟我说不能睡太久吗？我听话了，可你呢？睡了4天了。魏无羡握着他的手，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他们2个都很想你了，你怎么还不醒啊？他们2个几天很不舒服，没有饭吃，我也没有。二哥哥，我好想你做的东西。魏无羡感受着肚子里的小朋友的拳打脚踢，他相信蓝忘机也能感受得到。哥，有线索了，这个当初韦雨桐的前男友，那天撞姐夫的就是他。在后面那段录的视频看到的魏书离的语音发过来，魏无羡听完这段语音，然后点开了下面的视频，看到了那人的脸。他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回想，他才记起来，那日来医院的时候，等红绿灯的时候，魏无羡刚好往窗外看到这个人在路边打电话，他没有多在意，就回头看着前面了。现在想想，原来那天看到的是凶手。如何？查得怎么样？魏书离坐在刘浩的办公室里看着他，刘浩手敲击着键盘，看了一下眼，他还差一点，能查到名字和地址，不过你哥那边可认出来了。他说他前天见过魏书离把自己的手机给了他，点开了他和魏无羡的对话框，放了语音。这个人我见过，那日我来后院的时候见过，在我们家来医院那条路，过了桥那一段，你让刘浩查一查，应该可以查到监控魏无羡的语音。刘浩把手机递给魏书离，我看看，过了桥那一段，我让他们调过来，大概明天可以发过去给你，如果查到了第一时间发信息给你。我哥又发语音了。魏书离把手机放在桌上，点播放。对了，你让刘浩查一下韦雨桐，之前我发给你的，你应该听了，我觉得就是他们计划的语音播完，韦雨桐那里我来查，你查到逃逸的那个就好了。我先走了呀，明日应该可以拿给你。说完，魏书离把桌上的钥匙拿走了。医院，魏无羡坐在病床旁的软椅上，看着电脑，电脑上有些聂怀桑查到的许多东西和视频，都是他们的人查出来的，不计较，换来的居然是得寸进尺。魏无羡说着，他打电话莫宣卫，我等下把一个文件传给你，编辑一下，用一个韦雨桐不认得的号发给他，再把他电话记录弄到。好，资金链那里我已经全部断开和收回了。岳七他们也是莫宣说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就这样，魏无羡挂了电话，他靠在椅子上，手机丢在床上，看着床上的蓝忘机。二哥哥，你再不醒，我可都要查出来了，你就看不到了，你早点醒吧，好吗？蓝忘机出事的第5天，魏无羡怀孕整整31周。早上8点，魏无羡从沙发上捂着嘴扶着腰跑到洗手间，一手抵着洗手台，一手扶着腰，干呕。
嗨嗨嗨嗨，哦，吐了好一会，停了一下，撑着洗手台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嘴唇有些白，床上的蓝忘机眼睛微颤，慢慢的睁开一条小缝，适应着病房里的光亮，他皱了皱眉头，慢慢的把自己的身子撑起来，靠在床头，扭动了一下正在掉点滴的手，动了动腿，刚坐好就听到魏无羡在洗手间干呕的声音，哦哦哦，嗨嗨嗨嗨，哦，魏无羡只感觉自己像是要把胃给呕出来了，干呕了好一会，他才开了水洗漱，在面对的蓝忘机蹙眉盯着拐角处，他想下去扶他，可是自己脚踝处受伤，下不了床，他死死盯着那里。魏无羡洗漱好，一手扶着墙，一手扶着腰出来，他扶着洗手间拐出来的墙，闭眼缓了好一会，蓝忘机就看着他半边身子，一脸担心。他能看得出魏无羡最近很辛苦，也很累。魏无羡没有回头看，靠在墙上，手扶着腰，晃了晃脑袋，从刚醒来就觉得头晕晕的，现在只有更晕了。蓝忘机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，电脑，一桌的文件，还有半个他当初包的包子。魏无羡一手扶着墙，一手扶着腰，转身看到的就是坐在病床上的蓝忘机，在哪看着他魏婴。这一声魏婴是魏无羡这5天来最想听的2个字，他鼻子一下就酸了，眼泪就流了出来。他扶着腰快步走过去，护着肚子，扑到他怀里，埋头在他怀里，眼泪不停。他手环着他脖子，蓝忘机护着他的腰，帮他慢慢揉起来。你怎么这么坏呀？你怎么5天才醒啊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我让你不去，你还要去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很担心呢。魏无羡边哭边喊着，你要是再晚几天我就要改嫁了，你还睡，你还睡，我户口本都准备好了，我跟肚子里的说好了，你要是不行，我就随便找个人嫁了，让你儿子喊别人爸爸。魏无羡说着，不准蓝忘机避开肚子搂紧他，你只能是我的，别人不许。你还说我这几天叫了你多少次了，叫了你好几次起床，你都不理我，你怎么这么坏呀你？魏无羡靠在他怀里说着，蓝忘机亲了他一口，我的错。他扶着魏无羡在床边坐好，帮他擦了擦眼泪。魏无羡看红着眼眶，鼻子一抽一抽的看着他，你最近就只吃了那个？蓝忘机看向桌上那半个包子，魏无羡现在只觉得自己的头越来越晕，他转头看向那半个包子，说着没有，我有好好照顾自己。还没说完，他两眼一黑，倒在蓝忘机怀里。魏婴，魏婴，他仔细一摸，才知道面前这人的温度现在有多高。他按了铃，把他慢慢扶到自己床上，帮他脱掉鞋子，盖好被子，等医生。魏无羡这5天的伤心劳累，终于在蓝忘机醒来这一天全部释放了，身子已经撑不住了，倒在了心爱之人怀里。温情接到铃，马上过来。他以为是蓝忘机又出什么事了，按了好几下，进门一看，之前睡着的人现在在看着之前硬撑着身体，现在终于倒下去的人。温情走过去，他是突然晕了。他问着蓝忘机，